魏无羡哭笑不得，只好先带着打嗝的小家伙去喝水。蹲在田里挖坑的小阿院过来了，看见魏无羡便甜甜地喊了句羡哥哥，然后看见乖巧喝水的漂亮小哥哥，开心极了，上去就给蓝小战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神仙哥哥好。小阿院刚刚玩完土没洗手，抱完后蓝小战洁白的蓝色校服上多了2个黑手印。蓝小战微微皱了皱眉，却也没说什么。魏无羡试着拍掉他，却根本没啥作用。阿院委屈巴巴地撇着嘴，小小声道了歉，对不起哥哥，我不是故意要弄脏漂亮衣服的。小蓝战摇摇头表示没关系，魏无羡却在一旁犯起了愁，现在衣服脏了，蓝战穿什么？阿院的太脏不行，别的大人的更不行，现在怎么办？那个小兔子，你哥哥有没有帮你准备换洗的衣物？蓝战歪着头想了想，道：兄长有给一个袋袋。说完，他就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绣着云纹的乾坤袋，特别小一只。魏无羡拉开绳结，一摞披麻戴孝的衣服便蹦了出来，还有一叠银票和一堆食材。最后，一张小纸条缓缓飘下来，魏无羡捡起来一看，哟，则无君留的话，魏公子大恩不言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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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魏无羡真的服了这2兄弟了，怎么啥都能干得出来？小阿院看魏无羡笑得那么开心，也跟着笑。小蓝战则疑惑地看着漂亮哥哥和弟弟，根本不明白有啥好笑的。魏无羡拎起一件干净的小校服，笑眯眯地问道：蓝小兔子，要不要哥哥帮你洗澡？小蓝战害羞地扭过头说：阿战长大了，阿战自己洗。好，那漂亮哥哥带你去提水。魏无羡一手夹一个，又溜达出了门。婆婆，你去厨房看看，今天晚上我们能吃顿好的。哎，魏公子什么事这么激动？婆婆颤颤巍巍地走到厨房，被眼前一幕惊呆了。等小蓝战洗完澡后，老祖便带着2个小团子下山耍，买了糖葫芦和草蝴蝶和一堆小零嘴，告诉2只要带回去才能吃。蓝小战死死地盯着那串晶莹剔透拉着糖丝的糖葫芦，生怕一眨眼漂亮串串就不见了。老祖看着小蓝战玩心大起，蹲下和小团子平视，哥哥都给小兔子买好吃的了，小兔子怎么报答哥哥呀？小蓝战皱着小眉头想了半天，踮起脚拍了拍老祖的头，笃定地说：等我长大了要娶漂亮哥哥。魏无羡差点一口气上不来。阿战呐，谁教你的？蓝小战指了指一旁蹲完蝴蝶的小阿院，阿院弟弟告诉我的。他说喜欢一个人就要娶她。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啊！小阿院玩蝴蝶玩得正开心，一个阴影突然笼罩上来。阿院，你和小哥哥说了什么？魏无羡和善地笑着。小阿院熟练地抱上老祖的腿，奶声奶气道：漂亮小哥哥喜欢羡哥哥呀，他说你们俩都亲亲过了，他长大后肯定要娶你啊。蓝小战也有样学样的抱上了老祖的腿，一脸正经地道：阿院弟弟还说亲亲会有小宝宝，所以我要负责的。魏无羡一脸生无可恋，则无君呐，你家弟弟被我带歪了呀。阿羡你怎么跑得那么快？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你一眼，阿离他还在等着你去金陵台参加阿玲的满月宴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。啊呀呀！魏无羡猛地睁开眼，脱离了那些光怪陆离的梦，他急促地喘息着，已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魏无羡颤抖地转身，看见身边的小蓝战睡得正香，指尖燃起一缕怨气，慢慢地探了过去。蓝战，我好怕。2只手悄无声息地搂上小小的身躯。魏无羡用力地闭上了双眼，感受着怀里平稳的气息和带着檀香的体温，颤声道：失控了，我怕师姐金子轩还有温情，他头疼得厉害。如果这些梦成了真，他该怎么办？魏无羡不敢想下去。现在能让他放松的就只有怀里的蓝小战。他吐出一股浊气，借着洞外的半缕晨光，细细盯着熟睡的蓝小战。不得不说，蓝战长得真好，睫毛长，皮肤又嫩又白，变小后脸还肉乎乎的，配得起世家第2。冰清玉洁的小蓝二公子竟然会睡在自己怀里，真是难以置信。管他照照嚷嚷阳光道，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想起当初对蓝战说的话，魏无羡突然觉得这根本就是狂妄自大。自己是没事，可这群无辜的人呢，要陪他一起，自己真的有能力护好他们吗？
魏无羡失神地看着怀里的团子，感觉没有将来。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当洞外彻底亮起来时，蓝小战睁开了双眼，身边的魏无羡睡着，左手搭在小家伙的腰上，把他搂得紧紧的，嘴里还嘀咕着什么。小蓝战轻轻动了动，发现根本挣脱不了，索性不动了，安静地盯着魏无羡。哥哥在说梦话。小蓝战微微把耳朵凑近了些。别走，不要，你帮帮我，我疼，哥哥疼。娘亲教过，亲亲就不疼了，哥哥疼就亲亲哥哥。小蓝战慢慢靠上去，在魏无羡精致的鼻尖亲了一口，而被亲的那个人只是皱了皱眉。小蓝战继续亲，在左右脸各印了一个。